现在流行什么，现在什么东西最厉害，哪怕我没有那么喜欢，但是我为了要追上这个潮流而我要去试这件事情。那我就会觉得说我这样反而是勉强了自己，因为我非常清楚我自己的喜好是什么。他就选择这个外面的物质的这个快乐跟内心的这个快乐，这两个对比的时候呢，他就内心的这个世界里面的快乐，他就看到各个层面。那这些看到了之后呢，他就完全就放弃了。放弃这个当下呢，我们外面看到是好像是他是吃苦，实际上不是他自己愿意吃苦。可能在茫茫人海当中，我们稍微的被打压了一些，可能我们不是主流，但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啊，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课题。那也许我的课题就是这辈子要来告诉大家粉红色有多棒，希望更多人可以理解到这件事情。就是你对你喜欢的事物有多坚持，也希望大家是这样子。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修行？想问在自己的道路上坚定的往前行，还是我是执迷不悟？可以请仁波切开示一下。我开示一下。如果你愿意敞开心胸，打开连结，全宇宙都会来帮你。欢迎收看雪哥有约，我是宇宙。首先，我们先欢迎我们的雪哥仁波切。大家好，我是雪哥仁波切。前半生是出家，后半生是在家。出家时学习的佛法，但在家是如何运用？我想透过雪哥有约的节目分享给大家。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喜欢用好的东西、吃好的东西、穿好的东西，比如说住的地方可能就是想要再住大一点啊，住个豪宅，或者是我的车子想要开好一点，开个跑车。那就是工作这么累的情况下做这些选择，究竟是想要犒赏自己的心呢，还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心？今天请到我们的精品女王王思佳，欢迎。Hello， 大家好，我是思佳。我觉得真的就是今天来，其实还觉得蛮开心的，对，很开心跟师父可以见面。那思佳以前从小就会有这个观念，到底是从哪里来？辛苦了这么久，我们就一定要买好的东西、吃好的东西、用好的东西吗？其实我觉得我小时候，可以说是衣食无缺啦，就至少家庭里面对我的照顾。可是我记得我妈妈跟我讲了一些，她跟我讲过一句话，其实我印象蛮深刻的。她说家里给你的东西不会让你饿着，可是如果你喜欢什么东西，以后你要靠着你的能力自己去买。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的启发，就会觉得说我不是拿东西拿的理所当然。如果我喜欢，因为每个人的喜好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我有我喜欢的东西，我要自己想办法工作，靠我自己的努力去得到我想要的，我也可以从中去得到一个成就感。另外想要问你一个问题，白色代表纯洁，那红色代表热情，紫色代表智慧。你这么喜欢粉红色的原因是因为？我想就是我有着后母脸少女心吧。不会啊，你怎么会后母脸？其实我觉得我从小就很喜欢粉红色，因为我觉得颜色这种东西对很多人来讲是一种感受，就像你会觉得每个人有一种不同的气场。那有些人比较低调，他喜欢黑色、灰色这种色系，但是我就是一个很喜欢亮色系的人，所以我也不知道我从小看到这个粉红色，我就觉得我心情很愉悦。看到你的粉红色，我就会想到我有个朋友，他也是超喜欢爱心，是因为他内心就是满满的爱，他想要把爱都带给大家。我相信粉红色也是代表你的这个人设的一环。我觉得就是看了会觉得心情很好，然后你就觉得很有动力的去迎接每一天。但我也知道很多人很害怕这个颜色，他会觉得这个颜色会让他觉得可能很有攻击性，或者是他比较不能够接受。因为我有听过有很多人说，天哪，怎么会有人这么喜欢粉红色？你怎么会把这个颜色穿在身上？对，那我当下就会想说，可是我都希望从里到外都可以是这个颜色，但当然它不会影响我，但我只是觉得很可惜，他没有感受到粉红色可以给他的快乐。好像有很多人就是用年纪来区分颜色，或者是人格。那仁波切对颜色有没有什么？因为藏传佛教其实也有一些颜色的。对，基本的就是像应该你们有听过这个叫息真怀珠。那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没有听过没有听过。比如说，就是这个消灾啊这一类的话，那就会白色为主。如果要生要成长这一块，那就是黄色为主。要成长。所以就是息真啊，然后就是比较有威力啊，就这一类的话，就需要这个红色为主啊。像就是比较偏怒的。就是这一类的话，就是蓝色为主，有一些
这个佛菩萨的这个颜色啊，好像有些佛菩萨的脸也是比较愤怒的，对不对？对，那就有时候就帮助众生的时候，也是需要一些这个愤怒的才可以帮助到的。一些表象的东西还是要有的。当然就目的地是要帮助嘛，是。那的方法里面就是也有愤怒啊这一类的，所以那个结合就颜色的话，就蓝色为主，就是这样子。所以其实有一些以外面外形来影响内心的东西，也是在佛教中也是有很多的。那思佳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平常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呢？最喜欢的东西。好多，你还是你问我不喜欢的可能会比较快一点，就是这个跟这个不要，其他全部都打包，大概是这个概念。其实我觉得我很喜欢工作之余买一些小东西，然后我会觉得说，人看到喜欢的东西，然后拥有一样东西的这个过程。一种满足感，会让我觉得说我有更多的动力可以去迎接，甚至我可以设下更多的目标。就像每个人一定有梦想嘛，很多男生说我长大一定要开台跑车，他可能人生会因为这样的念想而去做了很多的努力。那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一个目标，那我这个人也很容易满足，我也不用说我要花多大的钱去买一样东西我才可以满足那个欲望。有的时候可能吃到一口好吃的美食，我也会觉得今天过得很顺利，就觉得升天了这样子。对，我觉得我相对之下是一个蛮容易可以满足的人，但是我也有我自己的一些标准。尤其我觉得当我的年纪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小时候可能什么都想买，什么都想拥有，什么都觉得好棒。可是当你年纪大或者你拥有过一些东西之后，你会发现什么东西是真的适合我，而我只是想要而不是需要。但小时候分不清楚嘛，我每个都想要，就像小孩子进到玩具店一样，我每样东西都觉得好新奇，都没有看过，我都很想要它。可是你实际需要的东西，可能当然不会有那么多。所以我在买东西的过程当中，当然会有人支持我，他可以同理心我，但也会有人觉得太浪费了哦，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我还记得有很多网友都会留言给我说，不要再买了，拿钱去做善事。我是想说，哇，他们一定做很多善事。究竟那些键盘手后面他自己有没有做善事呢？不得而知。可是你也知道，就是为善不欲人知，你不可能敲锣打鼓说不好意思，今天有捐款哦，不好意思，今天有扶个老太太过马路哦，你不可能会去讲这些事情。可是大家都会希望你能够去做哦，你最好做给我们看。而且你买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花自己的钱，对吧？所以我就会觉得说，难道今天我花我自己的钱，我要跟这么多人报告，我要得到他们的允许？就像有些人可能会花几万块钱吃一餐，你怎么不觉得他浪费？我拥有一个包包或者拥有一件衣服好了，但它可能可以陪伴我很多年。对，那你怎么会觉得这样子的价值观是不对的？难道你觉得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觉得买它就是不 OK？ 那我当然就会觉得说那每个人都有会自己的想法啊。所以我当时在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我是不管不顾别人的看法，因为我觉得他无法体会我拥有的快乐。那我觉得快乐是最难得的一件事情，我不需要靠别人，我靠我自己就可以让我自己得到满足。那仁波切的感觉呢？听完思佳说的，就是他自己靠他自己的努力，然后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也得到了自我认同。那仁波切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更贴近佛法？因为我们是佛教节目嘛，那有没有很相近的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呢？先就第一个，人也要有一个目标。佛教就是说，就是我们人人都要认识自己有佛性。那这个意思呢，就是自己有最大的目标。要知道，就是自己将可以这个成佛。是没有目标，那就是人就确实是先不用说这个修行上，就是人我们一般生活这一世的一个短暂的这个命当中的，也是人就会没有目标的话，人就整个会倒下来。那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刚刚说的这种享受这类的了，人家不知道你有一个内心里面一个长期的一个拥有的一个快乐。我们佛教里面，比如说我们佛堂里面放这个放那个，有布置各种各的这些目的地，我们后面这些，对，这些目的地，它都有配合自己，主要是自己内心里面的一种平静下来的一种快乐。如果没有这个的话，那就没有办法深入的那种修行。所以就这个方面，我觉得好像很结合，就是好像很结合。没想到仁波切被我说动了。其实是很贴近，这是同一条道路的意思。因为很多人一般认为修行就是要吃苦了，因为我们就是以前看到的和尚都是苦行僧啊，然后日走千万里啊，然后到处化缘等等。如果说满足这些欲望的同时，
我们是不是也是要维持一些既有的不要被破坏的原则，比如说借钱啊，超乎自己的能力去拥有这个快乐。你说的这个，比如说这个苦行这个修行这一块啊，那这一块呢，我就是这么认为，就是他们不是故意选择苦行啊。他们不是故意选择，是故意选择，故意选择吃苦，应该这么理解吧？那他们就是对这个物质上呢这个方面的快乐，那他们就突破了，就是超越他们的这个快乐，就看到内心的这个世界层面。所以他就完全不在意。等一下，刚刚思佳是脸是这样啊，所以是一种苦中作乐的感觉，还是还是说他就是认识这个内心的这个世界的这个快乐，好像深入的认识了之后呢，就外面完全就不会影响就是肉体上面的这些痛苦不影响他内心的快乐，所以这个很难想象，这很难想象。就像有些人他会想要做一些事情，他会放弃一些他喜欢的东西，然后他觉得用这样子他觉得的等价的交换去。某部分的吃苦去达到某部分的享受，比如说什么类似还愿嘛，不吃牛肉，不吃然后去达到一些许愿，有点类似这种感觉。他就选择这个外面的物质的这个快乐，跟内心的这个快乐这两个对比的时候呢，他就内心的这个世界里面的快乐，他就看到各个层面的。那这些看到了之后呢，他就完全就。放弃这个当下呢，我们外面看到是好像是他是吃苦，实际上不是他自己愿意吃苦。对啦，对，好像这种方式比较不贴合我们现代人的修行方式，因为我们就讲到，如果说在家也能修行的话，当然还是希望舒服跟开心，你才能长久的持续修行下去。当然，比如说像我妈妈也是常常就是在家打坐，因为有时候会去外面共修嘛，那有时候在家里打坐，她就会去买那种比较好的椅子。就不是那种什么木椅子啊、沙发椅啊，或者像我们现在坐椅，他会买一个比较好打坐的椅子，因为通常一个打坐通常都是6个小时起跳，就坐着常坐嘛，所以就是比较好的椅子就可以维持让修行的时间是更长的这样子。对，那我想问思佳一个问题，你看到现在大家每个女生其实好像跟你一样，都很喜欢精品，很喜欢名牌，那你有没有一些想要告诉这些时下年轻女性？你的观念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买东西这件事情，千万不要随波逐流，不要说因为别人拥有，所以我也一定要有。我觉得比较的心态是很可怕的，因为你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而且你会永远得不到满足，永远比不完。对，然后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买东西从来都不是因为现在流行什么，现在什么东西最厉害，哪怕我没有那么喜欢，但是我为了要追上这个潮流，而我要去试这件事情。那我就会觉得说，我这样反而是勉强了自己，因为我非常清楚我自己的喜好是什么，所以当我每一次去选东西的时候，他拿出几个颜色给我看，我永远都选我最喜欢的粉红色。当然内心也会有一个声音说，怎么都一样的，要不要试试看别的？走出另外一条路。我也曾经试过，在年轻的时候，回家好后悔。为什么不坚定自己原本喜欢的东西？还是要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对，然后所以到我每一次买东西的时候，我也常常会遇到一些质疑的声音，说啊，你买的这个我不会喜欢它可能不是流行款，可能不是大众款，那我内心就会觉得说，那这样更好，就更少人跟我一样啊。就我反而可以在我的小众世界里面找到你的独特性。是，所以我觉得买东西这件事情，就是你一定第一个你要很清楚知道自己是喜欢什么东西，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再来就是一定要量力而为，你买这个东西一定要先看看你的钱包能不能够负担。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买下去，这个月就要吃土，这个月就要吃泡面，那这个东西绝对不是你的需要，就表示说你还没有那个能力到轻松的拥有它。所以我们可以设定一个目标，说啊，这个东西也许我现在没办法拥有它，我希望我1年后，我希望我2年后，我可以站在同一个地方，告诉我自己说，我其实可以。那我觉得人很需要立下这样的目标，当你去拥有的时候，那是一种证明自己的过程。别人可能无法理解，它只是一个包包，怎么会对你意义这么重大？他不会知道我这一路走来的过程。可是因为人都是看表象的，他都觉得说，我就只看到你买了这个东西，你就是在浪费钱。可是我自己会很清楚的知道说，不，我一路走过来的心路历程，我比谁都清楚。所以我希望这些女生在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自己的喜好，了解自己的能力，你才会拥有属于自己应得的快乐。而且思佳这条道路，它是一直不断的
流行嘛，贯彻执行啊。对，没错，你选择的这条道路你是贯彻执行的，而且你知道流行跟潮流就是名牌，它是不断的推进的，所以它会一直有新的东西出现，当然所以其实很多人很容易迷失的。我觉得应该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做出决定，他反而让别人帮他决定了。就是我不知道我今天要穿什么啊，看一下好了，哇，原来现在流行这个啊，我没有这个，那我就去买吧。很多人是他是走在这样子的，可是我的路线一直都很明白的，就是我不管外面流行什么，反正我就想要穿这样，因为我知道流行总有一天会走回来。就像可能过去的几年，粉红色不是主流，但是我也等到了粉红色变成主流的那一年的时候，我就觉得说 It's my time， 来了，我的坚持是对的，对，所以我就觉得说。人不就是这样吗？你在等你自己的一个高光时刻，我不可能每天都在高光底下，但是我可以在它来的时候，我整个人很 ready， 知道说10年磨一剑，对，知道说，其实我并不孤单，还是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只是可能在茫茫人海当中，我们有稍微的被打压了一些，可能我们不是主流，但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啊，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课题嘛。那也许我的课题就是这辈子要来告诉大家粉红色有多棒。希望更多人可以理解到这件事情，就是你对你喜欢的事物有多坚持，也希望大家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修行？想问在自己的道路上坚定的往前行，还是我是执迷不悟？可以请仁波切开示一下，我开示一下。我是刚刚你建议的，对这个就是喜欢这个买包的这个女众们啊，我觉得非常好。然后就是主要呢，我们的这个东西是对自己有一个是不是适合，是吧？是这个是非常，我觉得是重要。刚刚你说的这个像粉红色，这个我们就一直好像一直说粉红色，我就想这粉红色啊是什么有作用啊？我就想，那刚刚我前面说的那一块，是不是？想到了。对于藏传佛教来说，粉红色是什么样的意义呢？是相当于它是白跟这个红结合嘛，是吧？以油彩来说，这里面来说，没错。那所以就是白呢，它就是那种息灾那种的作用嘛，然后就是红呢，它就有一个威力的这个作用。所以刚刚你也有提到啊，像有的人就怕，他就是这个红的那个方面，一般他就比较不能接受的那个有作用，那个的力量。是。红色好像是藏传佛教的代表色嘛，这就又有另外一个道理，它就是出家人能穿的就有3种颜色，那3种颜色里面比较会暖的那一块呢，就是红色，比较温暖，所以就是高原的地方就选这个红色，原因这个，那就是它就是另外一个。对，因为释迦不在高原，所以我们就选粉红色，就是带来温暖跟爱心这样子。但是这样也算是有擦到边，对，就是白色跟白色加红色的一种它就有点白的那个呢。它就会去那个什么干净啊，弄得干净，就有这个方面的一个作用。所以粉红色也是有这个作用，也是有这个作用。所以就这个粉红色不喜欢的人的原因是，应该是他有点惧怕，或者是对，就是那种红的那个力量啊，红的力量没办法承受，可能是酸民。看来要多穿了。像思佳刚刚有分享，就是你对现在一些时下年轻的女生啊，可能会盲目追求流行，但是我相信你这一段分享的也是源自于你一定有一段过程，可以请你分享你的这一段过程吗？跟如果说我们一直在自己认为的道路上，我们有没有可能会不小心所谓的走火入魔？因为相信有很多一些比如说宗教啊，或者一些人他在做一些收集品，或者哇好像走火入魔，整个家里满坑满谷。对，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在买东西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你当然集结到一个数量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壮观，很有成就感，看了觉得很开心。就像有人喜欢公仔，对不对？有人喜欢收藏古董，有人喜欢某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它都是一种兴趣，一切都是兴趣的使然。这个兴趣使你开心而的专注，然后到最后它变成一定数量的时候，它变成一种你的珍藏、你的宝物，甚至有人会说自己的传家宝。对，大家会用很多的东西去这样子去代替。以前的传家宝可能是金银珠宝之类的，现在有人会说包包也是传家宝哦，我可以留给我的女儿来用。那我觉得它其实是一种意念上面的传承，并不是说这个东西的价值真的有多厉害，它可能是我在获得这个包包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我以后可以跟我的孩子或我身边的人来分享的时候，所以我都会觉得物品是个物品，但我觉得故事是最重要的。如果你看很多有钱人，我不觉得他们快乐的原因是因为他要什么就有什么，他没有一个过程，
就是我轻易可以拿下很多东西，我这些东西都没有意义了。可是当你有一个努力的过程，一个征服的状态的时候，因为我觉得人就是这样，总有想要喜欢的东西。是，那就像你喜欢一个人，他对你有所回应的时候，你会觉得哇，满心的雀跃，好不容易。是，所以我走在路的时候，听到包包在叫我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好开心哦。就我觉得那种东西就是一种，我自己的解读就会觉得说，我在买东西的这条道路上，我一定有买过我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或者是我买着后悔的东西，我觉得也 OK， 表示我踩过一次坑，我下次就会小心注意，但是它并不会影响我对做这件事情的热忱。就是不会说我买过一个我不喜欢的东西，或交往过一个我不喜欢的人，伤害过我的人，反而你更知道说我不喜欢什么。对，那你喜欢什么跟不喜欢什么有所区分之后，剩下的道路就很简单了嘛。但我觉得很多人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就是我好像这样也可以，我好像那样，他没有一个自我。我觉得人没有自我的时候，你的所有一切都要取之于别人的，因为你的快乐跟痛苦都是别人给你的，你没有自己的一个中心的思想、中心的需求，你的一切都依靠在别人身上的时候，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别人可以对你为所欲为，他的一句话可以决定你一整天的心情。因为很多那个，比如说 GQ 啊什么，哇，今天流行什么哇，他就开始乱买。我觉得他可以掌控了他，是一种参考，就像你可以听很多别人的建议，但是要怎么做还是在于你自己嘛。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要怎么去平衡外在的声音跟内心的声音。那有些人是耳朵关起来没有在听，有些人是根本没有里面的声音。那我觉得我的年纪到了现在，然后身为一个妈妈，我觉得我已经很尽量可以平衡这件事情。我小时候也是一个很叛逆，我妈怎么说我耳朵都没在听，甚至还要背其道而行，就是叛逆。可是我后来就发现说，我去叛逆并不是为了要让他不好过，这是我的地，我叫你要停第一格就给我停这，你不准给我停第3格。我觉得就是我在那个当下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一个人对于他可以左右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他会有多么的兴奋。他不在乎你经历了什么，他只在乎说，我今天就是可以写一句你的不好，你不然后怎么样？因为大家都在讲你酸民的权利，对酸民的权利。这样也知道，对，因为刚好最近我也遇到这个事情。你愿意聊是不是？对，我就发现，没错，我就发现，其实舆论是民众最大的情绪出口。就是他可以在网络上抒发他的情绪，就像你讲的，就算不是真的，就算是真的，我也还是要攻击你。